继超人路易斯之后，绿箭宇宙又来了一部合格的剧集。星女第一季用一个字形容，就是高开趴走，活生生把正义协会演成了家有儿女。话虽说这个团体讲究个子承父业，结果团灭老英雄们的不义会社死的一个比一个戏剧，老大冰柱更不用提了，领盒饭于无证驾驶。用一句话概括第一季， DC 旗下的超级反派团伙被一群没成年的高中生给无伤速通了。不久前星女第二季开播，本以为会续写拉胯传说，结果他还就有点真香了呀。作为本季的主要反派，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的愤怒之灵。DC 的世界里，圣经中所记载的洪水灭世，就是天使想要洗刷罪孽而创造的。因为他逐渐变得邪恶，之后就被复仇之灵替代了。复仇之灵便是幽灵，是裁决一切恶人的至高存在。在无限地球危机事件里，奥利弗就成为了幽灵。说回这天使啊，此货善攻心理战，他曾被封印在了一块石头内，其名黑暗之心。此物内藏着天使的邪恶，诱导人们产生愤怒情绪，从而掌控他们。当然，他的本体的实力也是强大无比，跟幽冥齐名可见一斑呢。不过重启之后的天使来历有所改变，变成了其他世界的精神寄生物，但其本质仍旧如上。了解了天使的背景资料，星女第二季正式开始。名叫布鲁斯·戈登的探险家在一次行动中意外得到了黑暗之心，从此心魔作祟，再无法掌控自己的意志。天使答应他会从对方老公手里抢回心爱之人，条件是交出身体的控制权。不愿忍受孤单的布鲁斯·戈登果断答应了，最终成为日食半边脸的怪物。天使被释放后一发不可收拾，瑞贝卡家教严格，不让出门玩，无法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看着别人家的家长在给孩子过生日，他很羡慕，父亲从来没有时间陪自己。男孩让他去拆个礼物，瑞贝卡鬼使神差的就去了，而箱子内却是个害人的娃娃。待他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被天使夺去了性命。瑞贝卡的父亲姓麦克奈德，名查尔斯，即初代午夜神医的。女孩的葬礼上，正义协会全员到齐哀悼。因为这件事儿，查尔斯跟妻子再也没有联系过。团队正在商议如何解决此事，可怜的星条帕特没有一点话语权。此时，闪电侠杰加里克走了过来，不同其他成员，他对帕特最温和也最友善。同样对帕特好的还有霹雳强尼，两人都是坐冷板凳的惺惺相惜。言归正传，杰带来了天使跟布鲁斯·戈登的相关资料，众人一筹莫展。帕特想为团队献一份力，可自己并非是正义协会的成员，不过是星侠希尔维特的专车司机兼发小罢了。不义会社的阴影就在树旁站着。希尔维特知道对方没有敌意，支开帕特走上前聊了几句。帕特呢，只能落寞地回到车库鼓捣汽车。没多久，希尔维特忧心忡忡地走了回来。阴影告诉他，天使能让人看到幻想，也能让人噩梦成真。身为敌对势力，阴影为何会帮助正义协会？原因很简单，他经历过天使带来的恐怖，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存在于世上。阻止天使的唯一办法就是杀掉宿主，也就是杀掉布鲁斯·戈登。如此一来，天使会被强行封印回黑暗之心，只要没人碰他，就不会有事儿。可杀人违背了正义协会的准则，违背了守护的初心。希尔维特打算另寻办法，可事与愿违啊！正义协会的大部分英雄都被天使击败，团队出现了意见分歧，家人也遭到威胁。闪电侠主张不杀，这不是英雄干的事儿，但野猫和石侠都统一干掉布鲁斯·戈登，他们不希望家人出事儿。帕特果断站在了闪电侠这边，有杰为他撑腰，帕特算勉强得了一票，2-2打平。希尔维特成了关键，本以为胜券在握，却不料一同长大的兄弟选择了杀人，原因自然也是 family 啊。就这样，闪电侠退出行动，帕特被迫开车前往现场。正义协会出手杀了布鲁斯·戈登，这件事直接导致正义协会四分五裂，不再同心，成了最后团灭的导火索。干掉布鲁斯·戈登后，希尔维特带着酒找到了帕特，他也希望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可为了不让更多人死去，正义协会只能选择谋杀。希尔维特这么做也是想保护帕特，帕特就是他的家人。当年自己还没有被星战选中，就像是世界的小透明，父母甚至不记得他的生日，唯一的礼物还是帕特偷偷送的。那块手表是希尔维特小时候的一切，如今仍是一切。帕特守护他长大，成为星侠后，自当要守护帕特一生。天使事件至此就告一段落了。没想到数十年之后，龙王之女辛迪再次让天使重现人间。击败了不义会社后，新正义协会由4个孩子组成。星女康特尼还是帕特的继女，野猫尤兰达
石侠瑞克以及午夜神医贝斯。放学或者放假时，大家就会出来巡逻一番，到点就回家睡觉。小小毛孩还想守护世界，帕特劝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一天到晚在家中二。恰逢暑假，帕特打算带家人出去旅游散心，可经历了不义会社一事，谁还能够被这种东西吸引呢？儿子麦克整天都幻想驾驶高达去打击罪犯，这俩孩子着实让帕特头疼啊。其他人的生活也各有烦恼，瑞克每天都会去给格兰蒂投食，对这个杀害父母的凶手怎么也恨不起来了。贝斯忙着修复午夜神医的眼镜，父母还闹起了离婚，因为出手杀了脑波。尤兰达活在罪孽里，时常被噩梦惊醒。同时，康特尼还要担心卡梅伦的存在，他是冰柱的儿子，自己等人又除掉了冰柱，种种关系难以解释。学校里各种二代、反派二代、超英二代，其中狐女和运动大师的孩子阿特弥斯最让康特尼担心，甚至都有被迫害妄想症了。学校请了家长，鉴于康特尼的表现和成绩，一番讨论下，校方决定让他暑假补课。这对一个刚放假的孩子来说，得多大的伤害呀！看着一床的作业和星仗，康特尼陷入了纠结：我是该玩5分钟手机还是写道题？楼下传来异动，他提着兵器摸了下去，只见一个女子企图偷走绿灯侠的装备。不幸的是，对方还有绿灯戒，两人不由分说是大打出手啊！明天务必到拆迁队报名。动静引来了爹妈，俩孩子被教训得不敢吱声。此女叫珍妮，乃是初代绿灯侠阿兰的女儿，这身份就明了了吧？珍妮就是地球上第一位女绿灯翡翠。不过她在这一季是打酱油的，又是固有的后代。帕特念起了过去，珍妮在孤儿院长大，没有亲人朋友，所以只能暂住在康特尼家一段时间。不过她很快就融入其中。白天，康特尼去补课，好姐妹尤兰达也在其中。瑞克就是投食喂食，珍妮则交由帕特训练，最起码让他掌握绿灯的力量。一番心理暗示之下，珍妮有了起色。对他的出现，康特尼还是持有怀疑态度，于是喊上成员过来一探究竟。结果他们打成一片，这让康特尼相当恼火。究其原因是内卷，珍妮是纯纯的婴二代呀，自己却是个没啥背景的半吊子。今天，一位优雅的收藏家来到了蓝谷镇，第一件事就是去镇政厅见芭芭拉。男人叫理查德，此番来是想买走扎里生前的藏品。这扎里呀，便是博弈会社的巫师。芭芭拉岂能感受不到来者不善，以走个流程为由推脱了片刻，直接电联帕特来解决此事。他在餐馆偶遇理查德，这人是越瞅越眼熟，没来得及多想，这帮孩子们就带着绿灯乱跑，这也是走个流程，目的让珍妮彻底控制这股力量，成功化身翡翠去寻找自己最后的亲人弟弟。康特尼一夜悔过，决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而帕特却告诉他，不义会社曾有个恶棍叫阴影，如今他来到了蓝谷镇，名为理查德。与此同时，得到天使的辛迪也回到了蓝谷镇，他要组建一支自己的小队，在那之前要除掉自己厌恶的后妈。辛迪借助天使的力量制造了一系列鬼片现场，结果天使自作主张地吞噬了后妈。完事后连忙给辛迪道歉，那意思是我是你忠实的部下，可以说给辛迪捧得高高的，一瞅就是能上大分的人呢。主角团与阴影之间的事儿还没完结，他虽然是不义会社成员，但也退出很多年了，如今算是个自由人，但不代表是好人呢。毕竟阴影亲手杀死了午夜神医。镇政厅仓库内，理查德不请自来，他要找的东西自然就是黑暗之心，但盒子内空无一物，这让他气得来了出神头鬼脸。着实给芭芭拉吓得不轻啊！麻烦事儿还是接踵而至。社区送报员麦克忙着记录收件地址，随手就在康特尼的屋里拿了根粉色钢笔，那正是霹雳精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无厘头事件。细想下，如果让一个熊孩子获得阿拉丁神钉，还是不限许愿次数的那种。Thirsty, I wish I had some water. Rule number 1, you gotta be specific. 紧接着，麦克许愿，我要变高。What the hell? 许愿要详细，且不能重复是一大要点。见有人欺负弱小，麦克许愿要让对方停下来。转眼无数个停下来的路标从天而降，这让刚补完课的康特尼逮了个正着，拉到帕特面前一通臭骂。他相当了解霹雳精灵的性格，换出这玩意儿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若真那么强大，强你也不会死。帕特要求霹雳精灵跟自己单独 talk， 他之所以选中麦克，是因为自己的特性。
霹雳精灵只能服务于孤独透顶的人，而麦克就是如此。得知此事的帕特十分自责，众人决定带他一起玩，说不准霹雳麦克能找到阴影的藏身地。一番激烈的讨论之下，众人把下一个愿望补全了，细节到了每一个标点符号。霹雳精灵瞬间定位，阴影就在巫师生前的房子里面，麦克因为安全问题还得留在阵地。众人赶到时，阴影早就等候多时，还贴心的准备了甜点，但阴影对天使的事儿只字未提。咱就是说呀，他活脱脱就是一个谜语人。麦克突然冲来，细节许愿干掉阴影，可阴影不吃这套啊！新正义协会就要出手，阴影连屁股都没动一下，就将他们全体打趴。这就是老江湖的实力。众人溃败不说，还没问出阴影来这儿的目的。自责的麦克不经意间许出让霹雳精灵找个更合适的主人，转眼他就落在了一个被家大人骂废物的男孩手里。同时贝斯还在修着眼镜，父母要离婚的事儿弄得他非常难过。瑞克暖心地安慰着他，突然眼睛里传来一道声音，那声音提到了天使。帕特听完直挠头啊，这东西会让一切变得可怕，夺人性命，控人身躯。但帕特隐瞒了布鲁斯戈登的事儿，他不希望康特尼多想。而今天还是学校举行橄榄球比赛的日子，阿特弥斯作为主力之一却开心不起来。父母入狱后，他被各种家庭领养，但结局都不好。康特尼主动上前安慰，还落了个狗拿耗子的罪名。为此，运动大师和狐女还专程越狱出来看球赛，但需要老朋友帕特的帮助。车库里，两人绑架了麦克，才算成功见到帕特。打架的话，夫妻俩愿意奉陪，甚至能给帕克充足的时间去启动机器人，或者一起去看场球赛。事后我们自己回监狱。高情商的帕特果断选择看比赛，先把他们藏在家里片刻。这引狼入室，引贼进屋，可谓相当冒险。好在两人洗心革面了，相处虽然尴尬，但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甚至还跟运动大师一起吐槽起了阴影。话说这俩人第一季就有基有像，也算是补上了遗憾呢。另一边，新正义协会在调查天使的更多资料，通过老正义协会的档案，众人知晓了天使来自恶魔岛以及和布鲁斯戈登的渊源。康特尼来到秘密之屋书店寻找布鲁斯戈登的书籍，结果在这里见到了阴影。毫无逻辑却怀疑他的康特尼张嘴就是你跟天使想干啥，说的自己都没耳朵听了。总之成员们已经断定他杀了午夜神医，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依据就是帕特的几句话，阴影不想解释太多自己的事儿，他希望康特尼清楚天使的恐怖。对方曾经杀了午夜神医的女儿，可惜此物没有任何道德底线。阴影要做的就是找到黑暗之心，然后把它扔进大海。这过程最好别有人插手捣乱。球赛开始，伪装好的夫妻俩在帕特带领下入了场，亲眼目睹女儿的风采。看到爹妈在场，阿特尼斯也是越战越勇。殊不知此时的辛迪已经招揽了第一个成员，反派提琴手的儿子艾萨克，并亲自来到球场，用天使扰乱了阿特尼斯的大脑。赶来现场想跟帕特说清楚的康特尼，被阿特尼斯当成了想伤害父母的坏人，导致比赛被叫停，现场一片混乱。事后，运动大师和狐女解释了自己的罪行，他们作为恶棍，不希望这个身份影响到孩子。因为今天的比赛出现的意外，阿特弥斯失去了加入球队的机会。辛迪则趁虚而入，邀请他来新博弈会社继续他父母的工作。辛迪本来还想招募卡梅伦，但男孩的奶奶阻止了他。卡梅伦一直喜欢着康特尼，却没有机会表达感情。这天，辛迪还是找上了他。虽然卡梅伦是冰柱的儿子，但他智商在线，不会被骗。美术老师突然的到来结束了他们的对话，天使果断利用了他。辅导课上，老师频频出现幻觉，台下的康特尼等人被提前放学。路上恰逢卡梅伦，他们单独相处了一会儿，聊聊艺术，聊聊情感。一条短信打断了他们，有天使的线索了。几人赶到学校，墙上已经被涂鸦了诡异的图案，一张脑波的画面让尤兰达彻底陷入了疯狂。康特尼身后一副鬼脸从墙内爬出，紧接着四处蠕动，十分的恶心。瑞克连忙打碎大门，带大家逃走。四处可见的痛苦根源让几人不战而败，无一例外开始失控。唯有手握星杖的康特尼还存有一丝清醒的意识。他追着蠕动体见到了老师，对方已经被黑暗吞噬，整个人都要毒液了。康特尼见状，点亮星杖，以光驱散黑暗。一阵爆闪后归于平静，骇人的场景烟消云散。帕特早前忙着给麦克找事干，晚上才得知此事，他眉头紧锁。如果康特尼他们的遭遇是真的，那天使的力量已经不受黑暗之心的束缚了，他可以随意去入侵别人的意识。接下来的日子，大家不仅要提防天使，
不义会社二代们的报复也在逐渐靠近。根据辛迪的指示，他们专门针对内心脆弱的尤兰达和贝斯。帕特则和康特尼在画室里寻找线索，两人还偶遇了卡梅伦，从一堆画板里找到了一幅辛迪手持黑暗之心的画像。通过卡梅伦，他们知道了辛迪昨天出现过，罪魁祸首找到了。帕特刚要回去启动机器人，就被艾萨克和阿特弥斯偷袭，被打成重伤进了医院，机器人也被拆得四分五裂。康特尼十分自责，刚刚就不该分头行动，可祸不单行啊，麦克还是被辛迪捉住了，他必须集合伙伴们去救回弟弟。阴影赶到病房，芭芭拉想着敌人的敌人就是队友，他直接把辛迪和黑暗之心的事告诉了对方。此时正义协会与不义会社对峙起来，一言不合就直接开干了。没有任何攻击力的贝斯只能在一旁辅助，寻找麦克的踪迹。其他三大战力各自单挑，继承了父母的体能。阿特弥斯跟瑞克打了个鲁本伟啊，硬是把单间厕所改造成了连座，一口马桶水让瑞克暴怒，操作也麻了，被一颗手雷炸倒在地。尤兰达这方也只能是走个蛇皮位，唯有康特尼跟辛迪的较量还占了些上风，都是搞体操的，每个动作都奔着10分去的。康特尼甚至还有功夫游走 gank， 帮助尤兰达和瑞克先后击败对手。眼看贝斯救走了麦克，众人使出组合技解决对手，重整旗鼓，正要进行第二回合。阴影一个华丽登场，挡在双方中间，他要辛迪交出黑暗之心。迪萨，黑暗之心你把握不住啊，快交给影叔，影叔能把握呀。话已至此，辛迪这个工具人的作用也算到头了。天使掌控了主权，仅是一击就让阴影难以招架。康特尼见状，骑着扫帚自由自在地飞。光明碰撞黑暗的瞬间，黑暗之心碎了，天使本尊不再被束缚，他重获自由。天使吞噬了提琴手的灵魂，随手将辛迪坠入黑暗。康特尼最终也没有拉出来他，这让阴影暴怒，他无法忍受天使伤害孩子们的行为，直接释放大招白给了。就连星杖在触碰天使的一瞬间都变得黯然无光，这一切都是天使布的局啊！辛迪从头到尾就是工具人，正如当年的正义协会一样，他们现在一筹莫展。接下来，天使将上演一出好戏，逐一瓦解正义协会。他放大了尤兰达杀过人的罪孽感，以及他失去亨利的嫉妒心，这使得尤兰达见到康特尼跟卡梅伦在一起相当愤怒。他还时不时让尤兰达看到亨利，看到脑波，心魔几乎要把尤兰达折磨崩溃。每每想起亨利死前的画面，他就无法呼吸。现在也不愿意接受康特尼的帮助了，更是跟团队成员大吵一架，表示自己杀过人了，已经回不了头了。你们这帮傻白甜怎么能懂这种感觉？离开后再次看到脑波，惊慌的他再次动了杀手。好在康特尼赶到，用星杖唤醒了他。可碍于这些天的经历，尤兰达最终退出了正义协会，将野猫战斧还给了康特尼。紧接着是贝斯，父母把离婚的原因怪在他身上，再加上面包上的蛆虫，吓得贝斯连忙跑到康特尼家。在这儿他见到了天使，天使嘲笑他是靠偷盗成了主角，不经人家同意偷走眼镜，逼迫康特尼让自己成为午夜神医。对他这个行为，天使直呼恶心，不断暗示贝斯多余毫无作用，一事无成。总之，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吧，天使在意识上竟然败给了贝斯。但瑞克就没这么幸运了。作为老师眼里的坏孩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考试中获得了好成绩，却被老师认定为作弊所得。不过在后面的单独重考中，成绩依然优异，老师也收回了自己的话。瑞克的家庭比较复杂，父母双亡，唯一的监护人舅舅是个混蛋。这天老师上门道歉，被舅舅直接骂了回去，这让刚刚获得认可的瑞克很不舒服，他只能在树林里怒吼着发泄情绪。好在格兰迪还愿意出来陪他坐着，这种时候能有人说说话是最好的，哪怕对方根本听不懂。说来讽刺，最关心他的人反倒是杀害父母的凶手。瑞克正要离去，就看见不远处有猎人赶来，听到他们的对话是要干掉一个大家伙，他连忙打电话给帕克求助，自己一马当先冲了过去。瑞克不是担心格兰迪，而是怕这群猎人送死。得知格兰迪伤了一个10岁女孩，瑞克勃然大怒，带上沙漏就冲了过去。赶到时，格兰迪身下正有一具尸体，他不会说话，解释不了啊。加之天使在操作愤怒的瑞克，双方再次反目成仇。等帕特康德尼赶到时，才发现这个女孩是假的。父女俩顿感不妙啊！正如他们所料，瑞克在自家庄园见到了格兰迪，他误以为格兰迪再次杀人，直接倒转沙漏冲了上去，打得格兰迪毫无还手之力啊！康德尼他们赶到后，立刻用星杖击退了瑞克，因为他刚刚暴打的是自己的舅舅啊！一切都是天使制造的幻觉，接受不了现实的瑞克砸碎了沙漏，
最终以故意伤人的罪名被警察抓走。真正的格兰蒂就躲在远处，嘴里说了一个字儿：朋友。天使略施小计，就让正义协会分崩离析。接下来他把矛头指向了康特尼一家。此时康特尼刚刚从朋友们的遭遇中走出来，他要单独去追捕天使。帕特怎能答应呢？可他管不了这个女儿，正如当年在正义协会没有话语权一样。在地下室看着当年的档案，帕特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正义协会杀了人，他的手再也洗不干净。布鲁斯·戈登的死历历在目，而麦克这边突然感到一阵寒意。紧接着卡梅伦就走了进来。不管怎么添柴火，屋里仍然是极度寒冷。卡梅伦知道是麦克撞死了父亲，他要告诉麦克的是冰柱还活着，这会儿就跟芭芭拉在一块呢。今天你们一家人都得陪葬。只见卡梅伦一挥手杀死了狗子，对于麦克的反击也根本不在意，用寒气锁住他的喉咙，企图杀光麦克一家。赶过来的康特尼一脸懵逼啊，这屋里啥也没有啊，狗子也安然无恙。他又跑到地下室唤醒了帕特。芭芭拉这边外边下着暴雨，汽车还抛了锚，他感受身后一股寒意，雨水瞬间结冰。再一回头，乔丹就在身后。乔丹直言自己爱过芭芭拉，可芭芭拉却伤害了他，抛弃了他。副驾一团阴影警告芭芭拉这是幻觉，逼着他点着汽车离开。芭芭拉这才逃过一劫。事后帕特也把布鲁斯·戈登的死告诉了康特尼，当年的全部真相都说了出来。康特尼无法接受谎言，一家人开始互相指责。窗外天使享受着眼前的戏剧，吵到焦灼的时候，屋里传来其他动静。定眼一看，阴影极度狼狈地落在了地上。天使那一击重创了他，体内的力量正在如流血般退散着。他想在临死前帮助他们解决掉天使，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修复黑暗之心，把那家伙重新送回监狱。穷途末路的众人决定尝试一下，于是麦克问起了如何修复。 If Benedict Cumberbatch here is correct, how the heck are we supposed to put the diamond back together? 卷福表示：“你礼貌吗？”阴影的办法是星杖，不过康特尼的力量还不够，他需要和帕特去求助另一个人的帮助，只能让贝斯留在家里陪伴芭芭拉。要找的人自然是翡翠珍妮。帕特带他来到了正义协会当年的基地，报纸上清晰地写着：绿箭侠和快手阻止了恶棍蜘蛛。两部剧算是完成了相互登场。当年教金丝雀打拳的教练就是野猫泰德。说回康特尼这边，两人在总部查到了珍妮弟弟的线索，并且成功找到了他曾待过的康复机构西利克斯。在这里不出意外见到了珍妮，一番 talk 之下成功带走了他。楼上护士长悄悄打去了一个电话，这里就是第3季的伏笔了，我们留在结尾说。此时剧情分成3条，康特尼、珍妮和帕特负责修复黑暗之心，麦克则是四处寻找霹雳精灵的下落，而贝斯通过眼镜联络到了真正的午夜神医。对方并没有死，而是被困在了阴影之地，顾名思义是阴影的地盘。贝斯马上把这事告诉了芭芭拉，可为时已晚呢。黑暗之心已经在绿灯帮助下成功修复，同一时间阴影恢复了巅峰状态，天使则被再次召唤。珍妮和康特尼不敌，后者如辛迪一样被黑暗吞噬。见帕特这凝重的表情，芭芭拉直接失控啊！康特尼自然不会这么轻易的狗带，他所来到的这个地方非黑即白，这就是阴影之地。被冰柱杀害的巫师一家在这活得很幸福。乔伊如当年一样变了个魔术给康特尼，他没有配合演出。见众人虎视眈眈，康特尼推门就跑，转眼就到了学校。在这遭遇了辛迪的攻击，打斗中康特尼手臂被划破，这让辛迪一头雾水啊！阴影之地的人不会受伤，这足以证明康特尼是真的。两人找了个地方 talk， 阴影之地满足了辛迪的怪癖，那就是可以无限杀死康特尼。在这里，康特尼还见到了芭芭拉。妈妈有着商学学位，却只能在外兼职养育康特尼。可以说，女儿终结了他所有的梦想。这句话像刀一样扎在康特尼心里。随后，他和辛迪在阴影之地走散。千钧一发之际，午夜神医赶到，救下了康特尼。阴影之地四处充满阴暗，但人们往往能够看到各种幻想。午夜神医的眼镜就能够避免这种情况，但他同样不好过。午夜神医将康特尼还活着的事告诉了贝斯，众人这才放心，并打算通过珍妮的力量寻找阴影，让他放出康特尼和午夜神医。电影院里，阴影就这么呆呆坐着，他自然跟天使不是一伙的了。这事儿说来简单呢，他需要天使恢复力量，自己才能借助他修复伤口。当阴影得知午夜神医还在阴影之地时，他两眼圆睁，这事儿自己给忘了。不过纵观这2季啊，比较绅士的反派全都对芭芭拉有好感，在他一番苦求下，阴影同意帮忙。此时康特尼找到了辛迪，并成功和午夜神医一起逃离了阴影之地。这个过程，阴影释放了全部力量，完事儿嘎就死了。
午夜神医回归后，直接点醒帕特，能伤害的黑暗的只有光明。同时，辛迪也暂时加入主角团，一同对抗天使。两代午夜神医联手寻找敌人时，麦克孩子寻找霹雳精灵，一个叫做贾吉姆的孩子见到了这支钢笔，可这孩子是个吃货，许愿也都是不靠谱的。不出意外的话，霹雳精灵应该是去中国买饺子了。贾吉姆本不想掺和啥打怪的事儿，可家里人老骂他废物，他非得去证明一下自己。康特尼这边几次找尤兰达，希望他回归，但后者不动如山，说什么也不再当野猫了。辛迪看后直摇头啊，他亲自出马，让尤兰达别过来多管闲事儿。现在我和康特尼合作呢。激将法一出，尤兰达直奔康特尼家，担心他被辛迪给骗了，所以会回归正义协会，监视辛迪的一举一动。瑞克自然也要回归，于是帕特在医院见到了他舅舅，希望对方撤回诉讼，让瑞克出狱。但这个杂碎就是不同意啊！帕特好言相劝，希望他能放过瑞克这个孩子，结果一点作用没有。他反锁大门，拉紧窗帘，屋里传来一阵闷呼惨叫，然后瑞克就被释放了。在阴影之地听到那些话，康特尼对芭芭拉复述了一遍。他从没有把女儿当过累赘，反而康特尼才是他活下去的动力。至于生父已经不重要了，娘俩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如此一来，这个团队算是重新聚集了。作为反派的孩子，辛迪提醒了康特尼一句：对付邪恶要以毒攻毒，想打败坏人就要成为坏人。说完，偷偷打通了电话，他辛迪叫人了。经历了4个小时的分析，俩午夜神医找到了天使，他还是伪装成了人畜无害的小男孩，不过眼睛里他还是丑陋无比。天使早早就控制了贝斯的父母，让他们在自己创造的贝斯面前去聆听这溺死的笑话。珍妮这些天的事儿，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他去调查跟天使首次大战的现场时，不幸被黑暗吞噬，打了几天的酱油，光做噩梦了。梦里的内容是天使融合了星女，正义协会全军覆没。此时，尤兰达、康特尼、帕特和辛迪赶去了午夜神医报告的位置。瑞克正在翻着石匣的笔记，尝试重新打造沙漏，而麦克两人傻等着霹雳精灵回来。遭遇后，天使直接进入了擅长的领域，让野猫对阵野猫，辛迪对阵辛迪，甚至连帕克都在打自己。手持星杖的康特尼不受影响，但他始终伤害不到天使半分。帕特这边殴打自己时那是重拳出击，还是午夜神医拦住了他。在贝斯眼睛的辅助下，康特尼一击命中天使，光明的力量果真伤到了他，所有幻象顿时消失。康特尼跟辛迪联合出手围攻天使，动作虽然很华丽很燃，但就是打不过呀。天空正慢慢撕裂，天使正处于胜利的边缘。车库这边修不好沙漏的瑞克脾气一下就上来了，直接带着战衣赶去帮忙。也在此时，霹雳精灵回来了，还带了北京烤鸭和鱼香肉丝盖饭。下一秒，机器人杀到现场，他们的愿望是让高达再续辉煌。爆改的机甲火力全开，贾吉姆带着霹雳精灵赶到，再次许愿：我要你弄死天使。结果霹雳精灵不慎击中友军，男孩危在旦夕。石匣瑞克带着他的好兄弟格兰迪也到了，格兰迪冲上去咔咔几拳，被反手打倒在地。紧接着天使一击贯穿其腹部，嘎就死了。急眼的瑞克直接冲上去，被拿下4杀。天使扭断了帕特的手臂，还想再拿下一个。康特尼被逼之下顺从了天使，黑暗吞噬了光明，他还准备把阴影之地和现实世界结合，让一切变成自己的乐园。这时阴影诈尸了，他对午夜神医调皮一笑，让他快上车队。尤兰达和辛迪尝试夺走星杖，但他们即使成功也无法驾驭星杖，更何况他们根本打不过这结合体。危急时刻，一只手握住了星杖。两代人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沟通着。康特尼回忆起了曾经的点点滴滴，最终邪不压正，双星侠击败了天使，同时运动大师一家也前来救场。这就是辛迪叫的人。众人祭出合家团圆激光波，天使变成了一块面包，被重新封印。之后，希尔维特愿意单独训练一下康特尼，顺便跟老兄弟叙叙旧。午夜神医也在贝斯的帮助下找到了离开的妻子，他有个素未谋面的儿子。在见识到女儿的责任后，贝斯的父母也决定不离婚了。瑞克埋葬了格兰迪，阴影过来提醒这小伙子，格兰迪还会回来的。至于我要跟你这帮小孩子多玩一段时间。帕特家团圆时门铃响了，开门的却是运动大师一家。结尾的小彩蛋也是一个重头戏啊！是说骨头先生发现了珍妮在寻找弟弟，希利克斯康复机构就是他的地盘。这一集的大反派天使可以说是把主角团完虐了。想想他跟幽灵都是一个级别的，幽灵奥利弗还换了反监视者，
这玩意儿的地位可想而知。前面却是越看越焦灼，但并不妨碍被主角团打败。不过这季留下来的东西确实不少啊。其一就是霹雳精灵的新主人贾吉姆，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他就是霹雳结晶，能召唤出第5空间的霹雳精灵，也是个开挂的。其二就是地球上首个女绿灯侠珍妮，她在剧里不是找弟弟，就是在找弟弟的路上。她本人的身份就不用多说了，史上第1位绿灯侠的女儿。不过我纳闷的是，粉翠不是绿的吗？这里怎么成黑的了？再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弟弟托德，也是一个超级英雄，叫黑曜石，还是个精神分裂者。跟姐姐不同，他继承了母亲的力量，掌控着暗影之力。其三就是骨头先生，这人身世其实也挺惨的。曾经有个变态科学家为8名孕妇注射了突变药物，这东西直接导致了胎儿成了非人类。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熟悉的2代野猫尤兰达，这就能直接说通他家人对他不友好这事儿了。另一个就是登场的骨头先生，他和其他变异胎儿一起被抚养长大，之后就成立了希利克斯，是个超级英雄组织，类似正义协会这种的。他的汗液有毒素，全身有骨头外露，碰到他的人都会被氰化物杀死。这新正义协会其实跟骨头还是挺有缘分的，尤兰达跟他是同类人，午夜神医又帮过他，本来就改邪归正的一个角色，在后面是好是坏还得看编剧的安排啊。第2季相比之前简直要强太多了。因为今年有着超人与路易斯的先例，导致我对 CW 的期望很高。虽然闪电侠拉稀了他经常拉稀但并不影响闪电侠是继绿箭侠之后的又一动力。星女第2季算是年末的一匹黑马了，洗白也洗白的有过程，Talk 也没有艾瑞斯那么硬。总之整体看下来绝对是让人惊喜的。最惊喜的还是初代闪电侠的客串，虽然没有任何特效吧，但也强过第1季只登场个帽子吧。本季依然有很多坑未填，比如星侠希尔维特到底去了哪儿，又是怎么活的？再有就是瑞克的沙漏还能否修复，或者第3季直接变异呢？总之按照这一季的制作水平，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第3季。聊到这儿，星女就结束了。我是瓜皮儿，下期见。